PSV 中的冷门游戏可以说是格外的难找，不过好在有着黑商店这个东西可以让我轻易试错。也是经过了1个周的尝试，今天终于又是为大家带来了5款 PSV 中的冷门游戏。不过较为可惜的是，这次依旧是没有汉化。好在这些游戏看不懂，也对游戏的整体体验影响不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就跟我一起来看看这次的 PSV 中又有哪些好玩的冷门游戏呢？本期第1款游戏是我个人认为 PSV 中画面表现力最棒的赛车游戏，2048反重力赛车。游戏的画面观感，不论是细看还是远观都无懈可击，可以说是与《杀戮地带雇佣兵》这样的大作同一画面规格的作品。本作在光影反射上的表现尤为出色，车体本身的反射、相互碰撞时的火花、不同质感的路面与周围建筑的光影，再加上场景与车辆的精细模型贴图，让整个画面浑然一体。反重力赛车所带来的游戏体验也与普通的赛车竞速游戏不太一样，更加刺激的速度感与更加灵活的车身都能带给你别具一格的游戏体验。在竞速方面，本作的游玩也同样出彩。游戏内的赛道岔路分支繁多，不同道路中除了可以避开其他车辆保证自身安全以外，其中布置的加速器与装置也都完全不同。合理控制速度，尽量多的利用赛道中的加速装置，才是本作竞速玩法的核心。不过既然每辆车辆都搭载了武器配置，那么竞速肯定就不只是单纯的比速度。赛道中的弹药补给会随机给予玩家一种攻击方式，可能是锁定敌人的导弹，也可能会是向前发射的机关枪，又或者蓄力射击的激光炮。这些道具的存在让游戏的过程变得更加的变幻莫测。丰富的岔路、车辆的撞击与攻击都可能成为赛道中的变数。爽快刺激的体验还不止这些，高速竞技加上高帧才是完美搭配。这部反重力赛车甚至还是 PSV 中少数的原生高帧数作品，在进行超频以后，更是可以达到60帧稳定运行的效果。在操作方法上，本作也同样相当友好，十字键与左摇杆都能控制方向，用 L 与 R 来控制油门刹车，三角和插键分别控制视角切换与道具。简单的按键布局让游戏的上手相当容易。不过游戏可不只可以用传统按键来稳定操作，甚至还可以激活6轴陀螺仪加上按键来操控游戏。美中不足的还是游戏对于 PSV 的双面触控应用较少，仅只能在菜单界面调用正面的触控。虽然没有起步加速、漂移等操作降低了一些上限，但是游戏依旧有趣的道具竞速与极高的画面水平，还是非常值得喜欢竞速类游戏的玩家前来尝试的。接下来的这款游戏是来自育碧的高水平作品，阿育本家的2D 头牌《雷曼传奇》。优秀的画面表现力可以说是雷曼一贯的强项了，非常有标志性的卡通画风，加上游戏细腻的多层卷轴与 3D 效果，让这部2D 游戏有着相当震撼的观感。一般这类画风统一的游戏，审美疲劳也会来得很快，但是雷曼不一样，每个场景截然不同的画风与越来越细腻的精美场景，让你可以在每关中都能体验到全新的感觉。无论是丛林中那些危险的植物，还是地牢中错综复杂的陷阱，他们都在通过精美的作画以及流畅的场景反馈，一次又一次地刷新玩家们的认知。人物的动作同样丝滑流畅，雷曼的高速跑动加上轻飘飘的跳跃效果，可以让他在各种地形中来去自如。同时雷曼在不同状态时的攻击方式也会不同，对上节奏向前冲，一边享受画面的精美，一边沉浸于行云流水的平台跳跃以及爽快的打击感，便是这部雷曼传奇的游戏核心了。在平台跳跃玩法上，本作的表现也非常出色，大量的 3D 特效加上2D 的场景演出，使雷曼的过关过程就像是在看一部高水准的动画电影。雷曼本身的高机动性与战斗能力能为他在攻关的过程中扫清障碍，但是对于他的玩法可远不止这些。例如青蛙这个角色本身不受玩家的操控，但是这时玩家可以通过点击 PSV 的屏幕来辅助他进行通关，像是切掉绳子放下平台，挠敌人痒痒让他们露出破绽，甚至是转动 PSV 来实现场景的旋转，又或是点击敌人或陷阱的眼睛击破敌人。诸如此类的有趣且不失操作的玩法，让它绝对能够带给你与市面上其他平台跳跃闯关类游戏完全不同的体验。操作模式上，游戏的体验也十分精彩。通常模式下的按键控制用左摇杆移动，R 控制奔跑，方块控制攻击，圈则是负责跳跃。就是这么简单的按键布局，让这款游戏在易上手的同时，也有着不低的上限。在控制其他角色时，雷曼会变成鸟，同时获得触屏的能力。通过 PSV 的正面触控以及6轴陀螺仪，可以在游戏中实现各种有意思的操作。假如你对横版闯关类游戏感兴趣，又或者想在 PSV 中找到一款比较耐玩且画面表现力不错的游戏，那么这部《雷曼传奇》绝对值得你来体验一下。
下一款游戏是 PSV 中一部非常优秀的横版格斗游戏，有着相当浓厚美式卡通风格的《骷髅女孩再度返场》。在画面上，游戏独特的画风同样很有辨识度。在背景故事以及人设方面，本作极为贴近卡普空的恶魔战士系列。每个人物鲜明的性格，通过与其对应的独立剧情，能够将其彰显得淋漓尽致。是的，你没有听错，每位角色都有着独一无二的剧情演出以及故事线，并且在每次战斗结束后，都会插入一段对话或者动画来推动当前角色的剧情。格斗玩法上，游戏采用了类似街霸那样的6键攻击，每个按键还都可以与动作键进行搭配搓招，打出 combo。但是同时，游戏的上手就显得并不是那么的困难。由于连招很多，且每个按键所造成的攻击距离都相当的明确，简单的打上2局，大体的摸索好对应角色的攻击模式。只要你稍微有一些动作游戏基础，那么就算是瞎打瞎按，也能搓出很多外行人看起来不错的连段。特别值得一说的就是本作的招式演出，开发组对猎奇似乎有什么偏好，很多看起来不错的角色在出招时，要么头到地上变成一坨史莱姆，要么从肉身里走出来化身一个骷髅打你一下。战斗连招的整体节奏较为舒缓，假如你是拳皇系列的粉丝，那么上手本作时肯定会立刻感觉到连招系统的减速。而且虽然是依旧有着教程关卡，但是6键的传统格斗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教学就能轻松上手的。操作模式上，本作对于 PSV 来说真的是刚刚好，每个按键都有各自的作用，十字键与摇杆都能用来搓招，右边的4枚功能键以及两边的尖键则是负责不同部分的攻击。按键布局及操作体验都非常舒服。虽然对于 PSV 的硬件没有特殊适配，但是操作体验已经足够优秀了。不过假如你安装了带有 L 加上十字键唤醒的超频插件，那么在游玩本作时，为了防止误触，就基本只能使用摇杆来操作了。如果你对优秀的格斗游戏欲罢不能，又或者想要在 PSV 中玩到一款撇向不错的动作游戏，那么这部《骷髅女孩再度返场》应该会很适合你。接下来的游戏是来自光荣旗下的一个老牌且小众的 IP 作品，靠着各种陷阱虐杀敌人的《影牢4：暗黑公主》。抛开剧情不谈，游戏的画面表现水平还算是不错的，至少在场景及人物模型方面都很精细，没有什么太大的瑕疵。特别是2位女主的胸部装甲物理引擎做得格外不错，令人赏心悦目。尤其是以关卡制推进，每一关中我们都会被放在一个不大的场地中，同时面对1个或者多个敌人。但是我们的主角可以说是几乎没有独立战斗的能力，需要依靠频繁的设置陷阱来击退敌人。我们可以通过大刀、捕兽夹或者南瓜头按键等陷阱对敌人造成伤害。在布置陷阱期间，游戏会被暂停，我们可以有充足的时间来进行思考，使安置的陷阱之间形成 combo。在陷阱放置完成后，便会以序号的形式标志在地图上。一旦 CD 结束，玩家就可以手动出发。假如你的陷阱第一步比较难命中，那主角唯一的一个攻击能力 T 就能派上用场了。T 击可以使面前的敌人眩晕并后退一段距离，等他们踉踉跄跄地走到陷阱中的瞬间将陷阱发动，就能对敌人产生控制与伤害。如果正好把他们打到了场景自带的陷阱中去，还能触发额外的处决伤害。陷阱之间的连段越多，玩家的分数也会越高。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不只是敌人，玩家自己也会被陷阱所伤害，所以触发陷阱时一定要离得稍微远一点，不然到时候很可能会弄巧成拙，起了反作用。操作模式上，本作依旧是传统的纯按键操作，左摇杆移动，插触发陷阱，单脚和方块分别控制踢与闪避，圈则是能够调出布置陷阱的界面。整体的操作节奏很慢，留给玩家思考与试错的机会也是一抓一大把。虽然游戏对于角色的机动性的给予非常保守，无论是敌人还是主角在行动时都像是在散步，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份保守，才能让玩家有更多的机会去反应与操作。假如你也觉得这种另类的塔防游戏非常有意思，又或者只是单纯的冲着游戏独特的人设来的，那么这部《影牢4：暗影公主》还是值得你来尝试一下的。那么本期的最后一款游戏是索尼的第一方大作，来自 PS2 平台的《瑞奇与叮当3》。事实上，这部作品在 PSV 中还被收录在了合集版里，其中的1与2也确实不错。但是我们今天还是要着重来看一下3代。由于也是老作品高清化移植，所以在 CG 动画时也采用了与战神一样的4:3比例。动画中包括清晰度在内的所有内容都完全照搬原版，在观感上不是很舒服，但是在游戏内的表现就不一样了。即时演算与游戏局内的效果不仅帧数稳定，而且画面水平也不低。无论是对战场氛围的烘托，还是对热带部落的呈现，都非常的精美且到位。从 HD 的表现也不难看出，在 PS2 时期，《瑞奇与叮当》的质量究竟是多高。
玩法上，游戏依旧是系列经典的动作闯关，围绕着跑、跳、射击3个要素来进行冒险。在地图布局上，大量采用了高低差设计以及移动平台跳跃。瑞奇的机动性也同样很高，原地起飞、空中滑翔、连续蹬墙跳等一系列针对滞空或者平台移动的性能都有搭载。而在战斗方面，除了最基本的扳手近战与跳跃砸击，各式各样的枪械同样可以使玩家应对不同的情况。由于玩家本身的血量不多，所以在战斗时要格外的小心，以免被敌人攻击。高击退的霰弹枪、高威力的炸弹投掷器与子弹充沛的机枪等武器，使玩家面对不同的地形、不同的攻击方式的敌人时，可以灵活的利用走位以及合适的武器，打出许多华丽刺激的操作。在操作模式上，游戏由于是索尼第一方的老游戏回锅，所以针对 PSV 的特性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适配。不过有些奇怪的是，索尼仅仅只对背面触摸的左边进行了适配，在射击时按住左半边的背触，就能实现在射击的过程中左右跳跃。除此之外，就是老一套的按键映射了。不过在瞄准时，游戏会变成第一人称站桩，而且开火键变成了圈，应该还是会让不少新玩家不太适应。同时在默认设置下，右摇杆的上下左右是反着来的，在第一次进入游戏时需要进入设置手动修改。假如你是瑞奇与叮当系列的粉丝，又或者是非常喜欢 3D 平台跳跃闯关，那么这部瑞奇与叮当3将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的，那么以上便是本期 PSV 游戏推荐的全部内容了。点赞破500，下期掌机游戏推荐就能快速更新哦。如果大家尽快点赞到250，那么我还会额外追更一期关于 PSV 的相当有意思的视频。相信大家也多多少少了解到了目前 UP 主们是什么情况了，所以可以不要3连，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多多点赞关注。我是3位，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